当我们谈论暴跌时，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股市的血红一片，或是房产市场的一泻千里。然而，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洪流中，有些东西的贬值却是无声无息、缓慢而持续的。它们曾经被视为财富的象征、价值的体现，但在未来几年，这些传统的认知可能将被彻底颠覆。对于手握现金的你，现在正是时候警惕，并重新审视你的财富配置，因为以下几种东西很可能正在走向价值暴跌的深渊。现金，无声无息的吞噬者。现金为王这句话在通膨日益严峻的今天，听起来就像是个讽刺。到2025年，现金贬值的趋势不仅不会停止，反而可能加速。这并非指货币的票面价值减少，而是它的购买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下滑。想象一下，过去100元能买到的东西，现在可能需要120元、150元，甚至更多。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全球性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货币供给过剩，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供应链紧张，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都像一只只看不见的手在不断推高物价。对于拥有大量现金存款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你的财富正在被隐形税不断侵蚀。每过一天，你的钱就变得不那么值钱了。特别是在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环境下，银行存款所提供的微薄利息根本无法抵消通膨带来的损失。持有大量现金不再是保守的选择，而更像是在看着自己的财富一点点缩水。聪明的人应该意识到，现金只是流动性的载体，而非财富的保值工具。如何让手中的现金发挥更大的价值，避免被通膨吞噬，将是未来几年每个有存款的人都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投资抗通膨资产，或是寻找更有效率的资金配置方式，将成为财富保值的关键。汽车市场，燃油车的黄昏与电动车的黎明。汽车曾是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今它的贬值速度却快得让人啧舌。特别是传统燃油车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失去其市场价值。这背后的主要推手是电动车的全面崛起。电动车不仅是环保的象征，更是未来智慧出行和科技感的集合体。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充电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各国政府对新能源车的大力支持，电动车的续航里程不断提升，购买成本也日益亲民。消费者对于电动车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其低廉的运行成本、充电费远低于油费，更安静舒适的驾驶体验以及智能化功能，都在不断吸引着市场的目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燃油车正日益面临政策收紧和市场需求下降的双重压力。许多国家已经制定了燃油车停售时间表，预计在不久的将来，路上跑的燃油车将越来越少。这不仅影响了新车的销售，也使得二手燃油车的保值率直线下降。过去，一辆开了几年的燃油车可能还能卖个不错的价钱，但未来它的残值将会大打折扣。这对于那些习惯频繁换车，或是将汽车视为资产的人来说，无疑是个警讯。汽车正在从一种资产属性较强的商品，转变为一种快速折旧的消费品。特别是燃油车，其未来价值将持续被电动车所稀释。对于正在考虑购车的人来说，选择电动车不仅是顺应潮流，更是明智的财务决策。学历贬值，高学历不再是高薪的保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古训，在当代社会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过去，一张大学文凭，特别是名校文凭，几乎是高薪工作的敲门砖。但现在，学历贬值的现象却越来越明显。
大学毕业生找工作越来越难。许多人发现自己所学的专业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即便找到了工作，薪资也远不如预期。甚至一些大学毕业生从事着高中、中专学历也能胜任的工作。这反映出一个严酷的事实：学历不再稀缺，也不再是区分人才的唯一标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正在从学历导向转向能力导向，企业更看重的是求职者的实践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以及跨领域学习的能力。在资讯爆炸的时代，知识获取变得异常便捷，自学成为常态。一个拥有出色实践经验、掌握前沿技术，并能持续学习的人，即使没有高学历，也可能比一个只有文凭却缺乏实战经验的人更有竞争力。此外，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也加剧了学历贬值，大学生的数量逐年攀升，使得市场上供过于求。当每个人都拥有大学文凭时，这张文凭的稀缺性和含金量自然会下降。对于父母和学生来说，过度投资于高等教育，期望它能带来高额回报，可能不再是个明智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培养真正的能力、批判性思维和终身学习的习惯，这才是未来职场的核心竞争力。奢侈品贬值，浮华不再，低调奢华成主流。曾经，拥有一件大品牌的奢侈品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从路易威登的大 logo 包包到劳力士的黄金腕表，都让无数人趋之若鹜。然而，近年来许多知名奢侈品牌的销售额却出现下滑，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奢侈品价值的悄然贬值，以及消费观念的巨大转变。年轻一代消费者不再热衷于用外显的奢侈品来彰显身份，他们更倾向于低调优雅、注重品质、追求独特体验的生活方式。大 logo 和浮夸的设计在他们看来，可能是一种过时的炫耀。他们更愿意为设计感、材质、品牌故事以及与个人价值观相符的产品买单，而非单纯的品牌标志。社交媒体的兴起也对奢侈品市场产生了影响。过去，奢侈品是通过实体店或杂志广告来传播的，带有神秘感和距离感。但现在，大量的开箱影片、分享和网红效应，让奢侈品变得触手可及，也加速了其普罗大众化。当每个人都能轻松接触到奢侈品时，它的稀缺性和独特性也就被削弱了。传统工作岗位 AI 时代的冲击波， AI 的快速发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职场生态。曾经被视为稳定可靠的传统工作岗位，正因 AI 的普及而面临价值下滑甚至消失的风险。最明显的例子是客服行业和自动化仓储。过去，客服需要大量的人力来接听电话、回复邮件、解决客户问题，但现在，智能客服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处理大量的重复性咨询，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对于简单、重复性的问题， AI 甚至能比人类提供更精准、更快速的答案。同样，在仓储物流领域，自动化机器人已经取代了许多传统的人工搬运、分拣工作。这些机器人可以不眠不休地工作，大大提高了仓储效率，降低了人力成本和出错率。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领域， AI 的影响还在不断扩大，渗透到金融、医疗、法律、教育等多个行业。例如， AI 可以辅助医生诊断疾病，为律师提供案例分析，帮助教师批改作业，甚至可以生成文章、设计图稿。这些曾经需要专业技能和大量人力的工作，正逐步被 AI 接管，部分甚至全部的职责。小型实体生意、电商与外送的夹击。曾经，街边林立的小型实体店铺是城市活力的象征，
它们可能是你家楼下的早餐店、社区的杂货铺，或是独具特色的小咖啡馆。然而，如今这些传统实体店铺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其经营价值正在不断被侵蚀。人们的消费习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电商平台的崛起让消费者可以足不出户就能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价格也往往更具竞争力。无论是日常用品、服装鞋帽还是电子产品，线上购物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和选择空间。与此同时，外送服务的普及更是对餐饮、零售等小型实体生意造成了巨大冲击。手机点一点，热腾腾的饭菜就能送到家门口，日用品也能快速送达。这种及时、便捷的消费模式，使得许多人不再愿意特意出门去实体店消费，这导致小型实体店面临着客源流失的巨大压力。客流量的减少直接影响了营业额，而高昂的租金、人力成本、水电费等固定开销却依然存在，使得许多实体店难以为继，最终只能关门大吉。这对于那些依赖传统经营模式的小型实体店老板来说，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如果不能及时转型，将线上线下销售结合，或是提供独特的消费体验和服务，其商业价值将持续暴跌。未来，纯粹的实体店铺将越来越难以生存。那些能够整合资源、拥抱新科技，并提供差异化服务的实体店，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从现金的购买力缩水到燃油车的市场空间萎缩，从学历文凭的含金量下降到奢侈品光环的褪色，从传统工作岗位的被取代到小型实体生意的举步维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趋势：这个世界正在快速变化，许多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重塑。对于有存款的人来说，警惕这些暴跌的讯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提醒我们，固守旧有观念将会错失时代的红利，甚至面临财富缩水的风险。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首先，重新审视你的财富配置，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尤其不要让大量现金在银行里睡大觉。考虑将部分资金配置到抗通膨资产，或是有增长潜力的投资标的。其次，保持学习和成长的姿态，无论是个人职业发展还是小型生意经营，都必须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适应新趋势。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终身学习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生存必须。最后，拥抱变化，勇于转型。无论是从业者还是创业者，都需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及时识别趋势，并勇于调整策略，转型升级。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那些能够及时察觉变化，主动适应并积极转型的人，才能在未来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愿我们都能在时代的洪流中，把握住自己的财富命运，走向更为稳健的未来。你是否也感觉到了这些变化正在发生？你认为还有哪些东西的价值正在悄悄缩水呢？